看到这个景观就知道我们在船上了。我们现在在游轮上面，准备开始长江三峡的旅程。Let's go！ 嗨，我们现在这个房间其实是我们的星际阿波罗游轮，我们的游轮旅程要开始啦！那个房间是有2张0.9米的单人床，其实嘞环境还不错啦，毕竟是新的游轮嘛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了厕所参观一下。哇，居然有马桶，居然有淋浴可以洗澡，好耶！太浮夸了你。浮夸吗？往外走的话就是滚滚长江，and 那个红色的就是东水门长江大桥。风景还是不错的。基本上这个游轮的航程就是晚上航行，白天上岸玩，所以还是很轻松休闲的，适合一家大小带老人孩子来出行。看完房间陈设，到外面参观一下。船体内部一共有5层，一般娱乐设备都有。让我们上来甲板看看。这里是朝天门码头，对面的大桥是东水门长江大桥，下面的这条大江当然就是长江啦。这艘船其实也不是很大，看我在甲板上面走一圈看看。甲板最上层就是观景餐厅，这里整体的环境还算是比较干净整洁。这就是有名的长江夜游，团客最爱。大清早，今天的天气很不错。我们第一次下船，再一次要去的就是西陀古镇。要暂时对我们的游轮说再见了，拜拜。今天的天气是超级热，一点都不夸张，最高的温度应该有40度了。前面就是西陀古镇，这是一个刚刚开发的古镇。嗨，我们现在来到了长江游轮的第一站西陀古镇。当然是免费景点的一站啊。然后这里西陀古镇要爬几百个台阶上来，然后非常热，曾经会作为地下港的联络基地，所以也算是一个红色古镇。我们现在一起去逛逛吧。云梯街是西陀古镇的主要街道。这一家卖豆腐花的，看起来生意还是蛮好的，客人非常多，都差不多卖完了。西陀古镇之类的本土文化就是盐运，这些有点像是当地的特色表演，应该是西陀古镇官方请来的假装盐运人员，让游客观赏和拍照，以及了解盐运的过程。继续沿着主街方向前行，其实两边的店铺很多都没开。这里又是另外一场当地特色表演，像舞龙舞狮一样的舞牛。有时候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乱搞乱玩，但有时候看起来这头牛还是挺生动的。反正观众看得开心，整个场面还是挺爽的，很热闹的。这里是西陀古镇的恒侯宫，也叫张飞庙，临街而建。因为它是另外要收门票的，所以我们就没有进去了。这里有点像当地的小博物馆，介绍当地的盐运文化，还有一些盐运工人的工具装备。西陀古镇原有大量的盐运工人在这里，
久而形成了一个小镇和自己的独特文化。云梯街果然是云梯街，名不虚传，真的是有很多的楼梯。这位大叔一看就知道是济公 cosplay 爱好者，同时为了招揽生意，不遗余力地跟路人搭讪。其实他是这个济公酒馆的老板，平时除了给自己拍拍写真以外，还会帮酒馆招揽一下客人。其实他这个形象还算是蛮搭的。前面就是云梯街的终点了，爬上来也算是不容易啊。从这里俯瞰长江，可以看到这里离长江已经有一段的距离。西坨古镇大约就逛到这里喽。顶着强大的太阳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的下一站就是位于瞿塘峡的白帝城。我们先上岸登上夔州。夔州这里在古代也属于巴蜀地区的重镇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城。夔州的城门也算是比较雄伟壮观。我们这里上去就可以到达白帝城风景区。这里就是白帝城风景区的入口。现在这里来到了白帝城，四里白，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那个白帝城了。三峡大坝沿途的景点很多都被淹了，只有白帝城还保存完好，因为它比较高，在一座山上。然后这里可以看到瞿塘峡，就是打卡10元人民币背后的那个景点。over。在这里就可以俯瞰长江瞿塘峡的风景。白帝城风雨廊桥，这道桥是后天建的。大家都知道白帝城在一个半岛上，但因为长江三峡水位上涨，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孤岛了，所以景区就建了这座桥跟白帝城连接在一起。只要穿过这个大桥，就可以到达白帝城。现有的白帝城也就只剩这一个山坡上的部分了。所以要到山上的白帝庙，需要走一小段的山路。如果你体力不好呢，不想走山路，这里还提供滑杆抬运服务，只要给钱就会有人抬你上去。老板要不要出钱给我做一个滑杆？老板说不要。不要。单程120块，来回200块，这个价钱可真的是不便宜呢。好，到了，这就到了，很近啊！这里就差不多到山顶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来一根白帝城冰棍儿，是不是很有特色呢？白帝城有多座城门，一段城墙围着另一段城墙，像成套城那样，但由于长江水位的上涨，这些城墙基本上都被水淹了。这里就是白帝庙，是白帝城的标志性建筑。白帝庙位于白帝山山上，白帝庙属于汉代的建筑，其建筑风格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。白帝庙大门吸引了很多游人前来打卡，那就让我带大家进白帝庙里面看看吧。而白帝庙最有名的就是刘备临终前曾在白帝庙托孤给诸葛亮的事迹。这里是托孤堂，
重现了当年刘备托孤给诸葛亮的场景。这些泥人手工跟表情其实还算是到位，我给70分。这个白帝城吧，在我有限的人生阅历里，算是我来过的最坑最废的景点了。目前为止是没有之一的。就这样吧。让我带大家来后山看一下。许愿木牌铃铛，这是很多景区的老套路了。这是夫妻树，两树缠在一起，我不知道是自然产生的还是有人工干预造成的，但看起来还算是蛮特别的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来后山的目的地就是来看这个位于10元人民币背面上图片的真实地点——长江三峡之首瞿塘峡夔门段。大家觉得像不像呢？这里就是长江瞿塘峡河道，河道两边笔直的岩壁非常的壮观。在这个笔直的岩壁上面，古人还在这里兴建栈道，真是无法想象。瞿塘峡这一段水路看起来也相当的窄，那想象一下，如果不是三峡大坝使水位线上涨，在古代的时候，这个峡谷得有多险，水位得有多急。现在水位已经上涨到半山腰的高度，对于环境是有很大的破坏，但让水路更宽，航行更安全。我们下一站是要上去准备换船，去小三峡。这里是小三峡，又名巫山小三峡，位于重庆市巫山县，是龙门峡、八雾峡、滴翠峡的总称。Hello， 宝子们，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是小三峡，这里是小三峡的第一个峡谷龙门峡。也许走着走着就不是龙门峡了，但是至少这一段还是龙门峡啊。现在这里是小三峡的第二段八雾峡，第一段龙门峡就比较雄伟，第二段八雾峡这里就比较奇特。好了。八雾峡这也是以奇峰怪石而闻名，下边再搭配一江碧水，组成独特的景象。我想知道这位大哥是在练什么功，而且还不怕太阳晒，好厉害的。这里就是八雾峡和滴翠峡之间的仿古栈道，这个仿古栈道相当的长，而且看起来是最近才修建完成的。估计是为新开发的景点而做的。这些岩壁上好像有开凿过的痕迹。这个应该是仿古栈道连接的一处观景平台，从远处看还是挺漂亮的。栈道上面还有凉亭，可以休息。这里是罗家寨，看起来也是新开发的一处景点，建筑看起来都很新，还没有投入使用。这条仿古栈道依着峡壁而建，居然还非常的长，估计得有几公里长。如果以后这个仿古栈道开放，估计得走半天才能走完。不过这个仿古栈道都是用木做的，走在上面肯定嘎吱嘎吱响，让人害怕。嗨，现在这里是一段自拍。我身后的就是巫山神女峰。小的吗？最后一个目的地就是长江三峡之一巫峡。简单总结一下这次长江三峡之旅的感想，在自然风光方面，我觉得三峡确实是有它的独特之处，雄、奇、秀、险都有了。
可惜的是，因为长江水位上涨，对它原有的自然风貌有一定的损害。再来说三峡的人文景观，更是因为水位上涨而遭到灾难性的破坏。现在看到的所有三峡景点，基本上都是人为重建，原来的历史遗迹早就永远地淹没在水中了。这是长江三峡大坝，是我们这次三峡之旅的最后一站。我们最后一站来到了长江三峡大坝旅游区，这里是潭子里景群是其中的一个景点，然后这里可以看到三峡大坝的全貌。远处的大坝还是离我们有一段的距离，需要步行一段路才可以到。在我后面呢就是三峡大坝升船机，然后如果来到这里玩的话，是可以坐一下来体验一下的。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这个景点，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，可能我更喜欢自然景观吧。不管你认不认同，三峡大坝都算是一个雄伟的工程。而我个人对于人造的建筑的确不是很感兴趣，而长江三峡大坝这一国之重器，到底力占几分，弊占几分，我相信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终会为我们来见证。